马氏健身八部在马氏系列健身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通过8个不同的步伐，活动筋骨、通力关节、疏通经络，达到祛病健身的这个效果。在迈步的步伐呢，它的幅度不一样，幅度呢有大有小，迈步的幅度不一样，姿势的斜正的姿势斜正的程度不一样，落脚的轻重不一样，落脚的部位不一样，使那个全身呢所有的关节都活动起来，使这个气血旺盛，使这个真气呢在人身体中充盈。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练习。第一个步伐是击阴步。我们做这个步伐的时候是左右运转，按预备式站好。我们采用的是逆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呢要2阴同提，吸气，舌体呢贴在上颚上，小腹内收，敛臀，缩肾。呼气的时候呢，舌头放松，气沉丹田。击阴步，腰微向右转，手臂呢随着腰的转动而转动，然后迈左脚，足跟先着地，随势呢重心移至左腿，这时候我这个后脚跟呢右脚的足跟抬起，重心前移，两臂分开，两臂展开，手心向下，以肘为轴，转臂翻掌，右脚跟上，徐徐下落。再腰向左转，这手放在章门穴处，章门穴呢是在11游离肋端，这是脏会穴，也是脾经的募穴。后边的这个穴呢叫做金门穴，金门穴呢是在命门旁开1寸半这儿，命门穴旁开1寸半这点儿，这个穴位呢是肾经的募穴，这是脾经的募穴。这2个穴位呢，我这个手放在这个鱼际啊，小鱼际放在这两个手上呢，意念在这个2个腰上，带脉呢随之左右运转，手呢点在这2个穴上呢，起着就是增强脾和肾的功能。脾呢是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胃功能增强了，人的真气充盈了。真气就是在经脉中运行的气，真气呢在全身运行呢畅行无阻，那身体呢更加健康。带脉呢，它的作用呢，它是7经8脉里头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约束人的12经脉的运行，它调节人12经脉的运行，阴升阳降。人之所以呢身体呢出现问题呢，主要是阴阳不平衡，气机的升降出入呢发生了障碍，这时候人就容易产生疾病。这个带脉在运动，收腹提肛的时候呢，我的肾脉在运动，冲脉也在运动。我脚横脚的时候，这一横脚，这个阳窍阴窍，这边是阴窍，这边是阳窍，这点从阳微，这边是阴微，两窍啊，阳窍阴窍，阳微阴微都活动起来了。阳窍阴窍呢是主管人肢体的活动的，特别是对于下体的活动。
同时呢，它还管人眼睛的开合，给眼睛供应营养。所以这一节我做呢，它不但可以使我们这个两窍活动起来，这个脚这样落脚幅度不一样，使我们两窍啊活动起来以后呢，使我们全身的气血呢运行畅通。好，我再做一遍。吸，呼，气归丹田。这时候我腰要向左转，你看，吸，呼，做这一节的动作要领是安、重、舒、虚。迈脚的时候安稳，这是安；落地时候要着实，这是重；两臂要舒展，你看沉肩坠肘嘛，舒展这是舒；两手徐徐下落，安重舒虚。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心里可以默念这几个字：安、重、舒、虚。这个动作左右呢做8次，也可以做64次。这个适于阴虚的病人，就是你号脉的时候呢，脉沉细，而且呢，你脸色呢一看脸色呢苍白，没有光泽，经常低烧、抵抗力弱的人、久病的人都是阴虚。它主要这一节呢，除了调动7经8脉呢，还使足三阴和手三阴的气血活动起来，所以适于阴虚者多练。这个8个式子呢，我们可以一起练，也可以根据你身体的体质单练某一个动作多练。有的人甚至练64次、100次，以你身体练完感到舒适为宜。下一个动作也是从预备式开始，那就是击阳步。击阳步它是使这个手三阳和足三阳的气血活动起来，它是适于阳虚的病人做，就是气不足的，气属阳嘛，血不足的呢，血属阴。一般呢，这2个式子要配合起来做最为合适。我做一下，这也是腰带着手动，两臂呢自然摆动，前后。吸，足尖着地，你看我腰向左摆了，你看随着腰的转动，手向左摆，这个手要沉肩坠肘，这个手心在下，这个手心在上，你看眼睛看前边的手。吸，足尖着地，呼，两臂下落，这时候这个脚呢抬起来，做下一个式子。吸，呼，看我腰在摆动，腰为轴，手足为兵丁嘛。吸，呼，吸，呼。这个式子的动作要领呢，就是轻、灵、松、静。你看我迈步很轻，迈步如猫行，吸气2阴同时上提，舌舔上颚，我迈步很轻，好像那个猫走路似的，所以迈步如猫行。吸，轻，灵活，这个手摆动很灵活。灵，松，静，轻，灵，松，静。这个动作是轻灵松静。这个是击阴步、击阳步。下边我要讲的就是乾坤步。
乾坤步呢，这个步伐呢稍微复杂一些，我先讲一下这个步伐，再讲手的配合。我们这个步伐也是从预备式开始，迈脚的时候，这个脚啊出去的时候，先重心放在右腿上，出左脚，左脚出去的时候呢，落地成横脚，横掌，这个两脚之间有一脚的距离，你看，足跟和足尖相对，你看这样相对的，这样你才能成剪刀似的剪子步，这时候你才能站稳。我眼睛呢要看后足跟，身体的重量是前7后3，然后再做这左式转为右式的时候，先把左脚以足尖为轴转脚，转正了以后迈这个脚，前7后3，看足跟，千万不要抬脚，看足跟。这时你看我颈部在运动，就是看左边做左式的时候，脖子眼睛都要转动到左边；看右式的做右式的时候，脖子眼睛都要转动到右边。我颈部在活动，眼球也在运动。两个手呢，一个手搁在章门穴处，一个手搁在筋门穴处。章门和筋门刚才我讲了，一个是脾经的募穴，一个是肾经的募穴，这两个带脉也在活动。阳窍、阳窍、阴窍、阳微、阴微，它脉动的这个步伐呀不一样，它是横脚落地，着地的这个位置和这个步伐不一样，使这个调动全身呢，通力关节，使这个筋骨活动呢，以达到这个健身的效果。带脉我们收腹提肛的时候，它的冲脉上下贯通，这个我们这个舌头的运转呢，可以接通任督二脉，任脉呢促使督脉上升，气下于丹田，任督二脉就是所说的小周天，它是大小周天都相通的一个。对于这个腰呢，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啊，腰啊是在这个我们的意念是在腰部，是腰的活动。腰呢为一身之轴，腰的活动呢，它对于增加，因为我们的肾脏啊就在这两侧，这个腰的两侧，对增加肾的功能，对于这个治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腰椎骨质增生啊、颈椎病啊、颈椎骨质增生啊，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脊柱，不管是颈椎、还有胸椎、还有腰椎的骨质增生，主要的原因就是髓液不充盈，肾亏。因为肾主筋，筋生髓，脑为髓之海。如果有这个颈椎和腰椎骨质增生严重的时候呢，椎管就狭窄，就影响脑部的供血。所以呢，这节的练习呢，对于这个疾病的消除呢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我再做一遍。吸，看我手顺着带脉在按摩。呼，吸，呼。第4个动作是鹤行步。鹤行步呢，就是我们模仿仙鹤走路的姿势，调动气血呢上下运动。这个呢，我们有一个读音，这个读的音呢就是嘎，就是嘴半张读嘎，嘎。呼气时候读字，吸气时候呢舌舔上颚，因为就像仙鹤飞翔时候走路的发音的这个姿势一样。我做一下，起于预备式。吸气的时候，
两臂展开，左腿呢重心移到右腿上，左腿抬起，抬到与这个抬成水平面，与地呢成水平面，这是吸气。足尖呢绷直，这是吸。呼气的时候呢，像迈大步往前探，但是迈步的距离呀是很小的，就像仙鹤走路一样，所以它叫鹤行步嘛。吸，呼，迈步很轻，像仙鹤迈腿似的。吸，呼，吸，呼。它是利用我们着地的时候步伐不一样，和前两个步伐不一样。着地的时候，它是足尖先着地，着距很轻，两臂展开，它就是调动了全身12条经脉的运行，特别是足三阴和足三阳的气血活动起来。这个对于我们就是这个阴气上升啊，才能够使我们阴气上升以养血嘛，阳气下降也以养气，起到健身的作用。这个呼气的时候是独自的，再看我做一遍。大，眼睛要睁大。大，它是鼻吸口呼，前3节是鼻吸鼻呼，这一节呢就是鼻吸口呼。嘎，把肺中的浊气全部吐出，吐故纳新，使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新陈代谢旺盛呢，人的微循环系统就增强。我再做一遍，大家看啊。这时候，这是吸，要收腹提肛。如果你要不收腹提肛，你就站不稳，所以必须二阴同提，精神内守，你才能站稳。嘎，手垂于体侧，闭嘴。鹤行步，下边一节是熊行步。熊行步呢，它的发音是鼻音出的是舌头贴在上颚上，就像熊寻食所发出的声音。大家都知道熊的这个消化系统很强，我们这节呢是循着胃经的路线下行的，所以提高脾胃的功能有很大的帮助。按预备式站好，左脚吸气的时候，左脚跟进，跟到右脚右脚内踝的内侧，踝骨的内侧，成虚步。我们不是丁虚步，这叫丁虚步。我们脚呢微抬起，成虚步，然后右臂抡一个圆，画圆，从下到上画圆，出右脚横脚，我们这个手砸在这个离兑穴上，离兑穴是胃经的中点穴，这个手呢就转过来搁在金门穴上，从章门穴变为搁在金门穴上，全心向后，这个手呢全面向下，全心向内。这时候我眼睛往前瞅，然后再两个手收至腰间，以肘为轴转臂，这是有一个阴阳的转化，大家看着，收至腰间
变成活拳。从这时候活拳收至腰间，虚右脚重心放在左腿，这时候左臂抡圆迈出，这时候是前7后3，眼睛往前看，这是呼气。我再做一遍，吸气，呼，吸，呼。这时候我配上声音了啊！呼气时候我要读吸，口呼。吸，这是鼻吸鼻呼，就是也是闭上嘴，用鼻子呼气。这节呢，主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下边我们讲虎行步。虎行步这个动作呢，就是模仿老虎扑食的一个动作，来锻炼人的这个手脚，疏通气血。这个手的动作是这样，两臂呢往上走，走的时候呢，两肘要不离肋，两拳不离心，到胸前这儿变掌，由拳变掌，阴阳转化向前扑按。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肘关节的，这儿有肺经的、心包经的、心经的合穴，这点是大肠经的合穴、三焦经的合穴、小肠经的合穴。合穴呢，这个穴位呢，就是在这个经脉运行的过程中，这个穴位，气血流动到这儿的时候呢，是气血最旺盛、气血最旺盛的一个地方。这点呢，由于关节这儿呢结构比较复杂，风寒之气呢很容易就是侵袭到这儿，产生气滞血瘀。这时候如果合穴不通畅，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三脏三腑的阴阳平衡。三脏呢，就是这儿有肺、心包、心；三腑呢有大肠、三焦、小肠。所以我们这节呢，这个手的运动呢，首先一个就是合穴在运动，这点是合穴，有阴阳转化，从阳掌变掌以后，阳掌、阴掌变阳掌，往下扑按，就是从引阴气上升，手三阴之气，然后扑按变成手三阳之气。手三阳之气和足三阳之气呢，是在手指这儿相接。我们向下扑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沉肩坠肘松腕，就是不要这么抬高，要坠肘向前伸扑按，有一个按的姿势。饿虎扑食嘛，有一个按的姿势。这个手呢如虎爪，在我们手指上，这是我们6条经脉的井穴，都在我们的手指上。所以井穴呢是盐泉水流出来的地方。古人呢把我们的经络呢形容成气在经络中运行呢像流水一般，它是从小到大，从弱呢到强。井穴呢，水井嘛，源泉水刚流出的地方，这点是我们营穴，就是从那个流出的小河呢变成了流出的这个小水沟呢变成了小河流了。这点是人元气所在。你看，腕部翻转，促进这个元穴和合穴的活动。元穴和合穴活动起来呢，就使我们这个气血的运行呢畅通，气滞血瘀的地儿打开。这样，而且呢，我们还配合上呼吸。吸气的时候呢，二阴同体。二阴同体呢，小腹内收，肛门上提。这时候呢，就是
实际呢，就是我们肾脏呢在不断的收缩舒张，因此呢，增加了我们肾的功能，气沉丹田，小腹呢又放松，同时呢，还对我们的胸部和腹部进行一个按摩，也起着一个健美的作用，防止这个腹部啊脂肪过多引起脂肪肝呀、脂肪肾呀，影响我们脏腑的功能。所以这个吸气的时候，这是从手的动作。从脚的动作来说，我们这个脚呢，先成虚步，虚步完了以后，着实的落地跳跃。那个虎啊扑食的时候，它是跳跃型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跳跃的。跳跃的时候要后脚跟上，这时候重心呢落到后脚上。我们眼睛呢要掩视虎口，就是因为虎要扑食的时候，它一定瞪大眼睛，它要看见前方它扑的爪子，所以我们手呢要掩饰虎口，这手呢成圆。这时候呢，我们的精神意念呢集中在眼上，就会把气呢变成力，这时候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手三阴和手三阳的气血通畅。我们扑的时候呢，脚呢要稳如坐中，做到了上实，上边呢上虚下实，上边呢虚，下边实，就克服了我们人体呢就是头重脚轻的这种症状的出现。有人得病以后头重脚轻呢，站不稳，这个呢多练习这个就可以。发音呢读呼字的时候，口呈筒状，舌居中央，要把眼睛瞪起来，呼，先吸入天地之清气，吐出脏腑之浊气，使人体新陈代谢旺盛，脏腑得以补养。这个阴升阳降，同时使腿部呢这个重心的移动，从虚部到实部，再从虚部到实部，这个就使我们这个腿上的就是二微之气呢往上走，也使我们的冲脉呢它是起于在这个丹田部分，往上走，使冲脉呢上下运转，因此呢使气呢在人身体呢周流不息。你看瞪眼睛，这时候要读呼，好，我做一下，按预备式站好，虚左脚跟上，吸气的时候吸左脚，呼气，呼，吸气，呼气，呼，跟一步，吸，呼，这是我发出的音，是呼字。恶虎扑食这个动作，我们在定势的时候呢，要很安稳，就像老虎休息的时候，它躺在那儿非常安静。当它行动的时候呢，非常凶猛。所以我们做这一节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呢都有一个停顿，心里很静，排除一切杂念。呼，呼，这个动作呢，左右呢做8次，多了也可以做64次，以你身体个人的体质、运动的场地以及你自己的时间，由自己掌握。如果你要作为这一套健身法来说，每一个动作练习的次数都应该是一致的。下面呢就是驼形步。驼形步呢，驼呢就是古代的我们所说的鳄鱼，这是采用鳄鱼划水的一个动作。鳄鱼呢，它在水上划呢，就是这个两臂的运转，这个手呢变横了，手心向下往前，这后往下拉，这就像划水，两臂呢这个运转要轻松自流，腰随着转动，
眼睛呢，鳄鱼划水的时候眼睛是睁圆的，所以我们呢要演示前边这个手，这节呢也是治疗眼睛的一节锻炼的动作。这节呢这样，左右的腰带着身体的运转，使这个带脉活动起来。带脉呢约束人的12经脉，使人的12经脉的运行呢正常，而且调动手三阴手三阳，它这个运动呢也调动了足三阴足三阳。好，我做一下这个动作，按预备式站好，吸呼，吸呼，吸呼，这是说动作与呼吸的配合。现在我再加上发音，发音读哗，张大嘴，张大嘴的时候可以把肺中的浊气全部吐出，起着一个健肺的作用。肺部要健全了，我肺部的功能要提高了以后，我们呢就提高了就是抗病能力，提高了人的免疫功能。经常练这一节，人呢心胸啊开阔，而且呢肺活量增加，可以呢提高人的这个免疫功能，不感冒。因为你别瞧感冒这种病呢，可以是万病之源呀。所以我们呢，如果不管气候怎么变化，外感风寒怎么变化，我们不感冒，这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现在我配合发音做一遍，哗哗哗，这个动作左右各做4次，多了可以做64次，这就是驼形步。下面呢就是龙形步。龙呢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相传的一种动物，它是把龙呢中国文化就形容为神。这个龙形步呢，它是一个使这个身体上下的起伏，使这个气呢在身体中呢运行呀，气势磅礴，把这个气滞血瘀的地儿打通了，做到真气充盈了，气滞者得行，血瘀者得通。气像流水一般嘛，气滞的地儿行了，血瘀者得通了，神散者得聚，筋湿者得还，就达到了就像孟子所说的陷于背，陷于面，盎于背，失于四肢。就是经常练这一节，我们可以做到面孔呢红润有神采，陷于四肢，四肢敏捷，盎于背，我们的躯干呢很健壮。这就达到了这种疾病呢，我们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练习这个功法的这个目的，就是祛病健身。这个的做的时候呢，就是2个脚抬起，先是这个脚横脚抬起，抬到这儿，同时呢这个手也往上搁，这是吸气的时候，这手呢也是从2肋出来，搁到鼻尖这儿，要有这么1拳的距离，搁到这儿。这个手呢要搁在肘的内侧，右手啊搁到肘的内侧，都全心向内，全心向内。这个脚呢蹬出，这就是吸气，屈膝，膝呢不能过足尖。这时候就是这样，吸，吸，呼，眼是虎口。这个手搁在肛门穴处，这个手呢往前伸下按，
做完左龙心部以后，做右龙心部。做右龙心部的时候，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左脚和脚跟和脚尖相对，往下蹲。蹲的时候，这个右手放在肛门穴处，左手呢往前伸，眼是虎口。这个过程中呢，往前伸的时候，我们要读虚。读虚的时候，嘴唇横绷，双目瞪圆，眼视前方，虚呼气是鼻吸口呼。这个手是这样变化的，两手上来的时候腰随着转，腰随着转，到这儿以后全心向上，这个上边这拳与鼻尖同高，下边这个拳都放在肘的内侧。然后两个手攥，下边这个手攥到上边这拳，两个拳相对的时候变掌，上边的手拉于肛门穴处，下边的手这手阴阳转化，向前深按，是这样。你看我腰在转，腰为轴，手足为兵丁，腰带动手转，一动全身都动。眼睛呢，眼视虎口。现在我把龙心部给大家做一遍，按预备式站好，虚左脚，迈左腿，这是吸气，呼气，吸气，这个动作左右多8次。这个8个步伐，它是通过这个八个步伐的练习，可以使我们的筋骨呢活动起来。总的来说，可以通过不同的步伐，左脚的部位不一样，左脚的轻重不一样，幅度不一样，姿势的倾斜程度不一样，可以活动我们全身的筋骨，通过发音调动脏腑的气血功能，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这8个式子呢，靠有一个式子联系起来，这个式子就叫做三体式。三体式是这样做的：倾斜45度，腰再转回来，转回来以后，这时候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虚脚，抬左脚成虚步，然后抬起来，进行下边一个动作。现在我把健身8步给大家做一遍。它起于预备式，先做一个调息。调息呢是采用自然呼吸法，手从体侧慢慢的抬起，沉肩坠肘松腕，腕与肩同高。阴阳转化，翻掌，手心相对，向内画弧，手如按球之状，徐徐下落，自然垂于体侧。起势和收势都用调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前3节击阴部、击阳部、乾坤部采用鼻吸鼻呼，逆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舌体要贴在上颚上，小腹内收，肛门上提，做到了收腹提肛缩肾。
呼气的时候，小腹放松，舌体放松，天地之清气自然沉于丹田。后五节呢，我们是采用的是鼻吸口呼，吸气的时候二阴同提，舌体贴在上颚上，呼气的时候要有不同的发音。鹤行部我们发嘎，口半张，双目瞪圆，嘎。熊行部我们发虎行部发音是呼，口呈筒状，舌居中央，呼。驼行部发音开口，张大嘴，发花，划水，哇，眼睛要瞪圆。龙行部我们发虚，也是双目瞪圆，凝视前方，唇微合横绷，虚。这个5种不同的发音，它发音的时候发音不同，发音的时候唇齿舌后的位置不一样，从此使不同的脏腑得以补养。注意的时候，我们动作的快慢一定要与自己呼吸的节律相配合。你如果呼吸的节律比较快，你动作就做快一点；呼吸的节律慢，你就动作做慢一点。该吸就吸，该呼就呼，一切要顺其自然，千万不要有憋气感。开始练习。按预备式站好，全身放松，调息，基因部，转身动作，激扬步，
转身动作，前髋部，转身动作，鹤形步，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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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形步，转身动作，虎形步，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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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动作，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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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动作，
龙心部。调息。这个健身八步啊，实际活动量很大。你们刚才看见，我迈脚的幅度不一样，落地的轻重不一样，部位不一样，有时候是足跟，有时候是足尖。我们姿势呢，正和斜不一样，调动啊全身气血，大气在全身里啊，气血通畅，使我们每一个关节都得到了活动。而且我们是气和意，意和气相合，用气呢推动我们肢体活动，使真气呢在人身体呢运行畅行无阻，从而呢达到这个健身的效果。如果我们经常习练，会取得很理想的效果，特别是对有腰腿疼痛的、有骨质增生的，还有的人肺气不足、有阴虚的、阳虚的，经过这个练习都会获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有人有腰间盘突出的人，他就可以专门练乾坤部这一节，这是腰的活动，颈椎的活动，手也在活动，眼睛也在活动。这是一吸一呼，阴阳转化，一吸一呼。我告诉过不少人练这个乾坤部，这个腰啊，腰脊椎有骨刺啊，颈椎有骨刺啊，不到3个月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骨刺呢，经过我们锻炼以后呢，骨刺呢就慢慢就消除了。比如说肠胃功能不好的，我们多练熊心部。熊呢，这个消化系统很强，而且呢，治疗我们这个肩周啊这点的炎症。说呢，人50肩到50岁的时候啊，2个肩都疼痛。你看，这个正好砸在这个胃经的中点穴、离兑穴上，这个活动很好。如果有眼睛不好的，我们多练这个驼心部。练驼心部，这划水头时候要睁大眼睛，两臂这个运转，你看，哗哗。如果要把气变成力，使自己身体更加强壮的，我们可以练虎心部。虎心部，我们这个有一个特点，这个后5节都要求我们把眼睛瞪圆，凝视前方，所以呢就把
气血呢调动到眼睛上。经常习练的人，近视可以消除，老花可以消除，有严重眼病的人呢，可以控制眼病的发展。眼睛呢是人健康的标志，你眼睛视力好了，就标志着你全身微循环系统好了。所以呢，随着视力的提高，你观察一下，你身体呢整个的呢就强壮起来。这个功法呢时间不长，这个健身的方法每天呢只需要这一遍下来也就是12分钟左右，只要我们坚持练习，100天以后你们就会腰腿非常灵活，这个全身呢有用不完的力气，特别是睡眠呢得以改善。希望大家坚持练习。